大禹听闻李长寿这一问，当真是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手中这根铁棒，纳闷这东西还有什么说法不成？啊，前辈，您要送晚辈礼物，晚辈不应推辞，可莫要是老君炼制的宝物。晚辈去兜率宫拜见老君时，老君赐下的是丹道，而非宝物。这若是让老君见到了，定会以为晚辈心有不满呢。这个理由虽然是牵强了一些，但总归是勉强圆上了。大禹想了想，将这根铁棍放在一旁，略微有些纠结。随之大禹一拍大腿，哎呦，怎么把这件宝物忘了？你是海神，且等，我去里面找找。李长寿含笑答应一声，心底一阵抽搐。等大禹帝君匆匆跑去正屋，李长寿也打量了几眼脚边的这根铁棍，抬手握住这根铁棍，却觉得这铁棍颇为沉重。还好这一具指道人体内的仙力是纯正的金仙仙力，若是成金仙之前，李长寿的指道人怕是要全力施展才能把这个东西给捡起来。抬起铁棍，擦掉一些锈迹，便见其上刻画着密密麻麻的度量。李长寿心底有些明悟，这一根棍子之所以还没有去东海，应该是还没有化作如意金箍棒。好浓郁的功德之力呀！李长寿说不馋那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他也想到了，自己只要将此物拿走，抽走功德，重新炼制，放去东海，摆脱东海龙宫照管，其实也是成了此物的归宿。不过本着能不牵因果就不牵因果的原则，李长寿还是打消了这般念头，稳一手还是不拿为好。当下李长寿站起身来，将这根铁棍放回了角落中。小院地面也是被大阵包裹，不然也承受不住这铁棍的重量。李长寿看着那生锈的开山斧，几乎快模糊不清的功德碑，心里轻声赞叹：昔日治水为人皇，力鼎九州定国纲，而今携妻同归隐，兵甲得秀功绩藏。这般人做先贤，确实值得称赞。先前和陆押道人对过诗之后，这诗力也是大涨啊。挺好。来看看此物。大禹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声，捧着一只卷轴缓缓打开，用力一吹，其上的灰尘乱飞。这是南州苏轼的水文河图，与那先天宝物河图洛书可不同。这上面记载着我当年治水时画下的大地之水脉，不少区域水文颇为复杂，天庭如今对南州苏轼的了解还不多，今日便将此物送与你，今后或许也可为苍生造福。此物只需稍加炼制，便可做护身之用。言说中，大禹双手推送，这画卷缓缓展开，其上涌出道道水蓝色的光华，散发出淡淡的水纹波痕。其上有一条条江河奔涌之象，耳旁能够听闻轰鸣之水声。这是后天极品功德灵宝。李长寿抬起双手，这宝图颇具灵性，在李长寿面前自行卷起，落入他的手中。远在东周渡仙门中的本体突然有了异样，元神感觉到了这宝图上传来的喜悦之情，而元神旁的海神神拳宝器闰土叉三尖钢叉也发出了轻轻的震颤。多谢前辈赐宝。李长寿对着大禹做了一个道揖，大禹此时终于是放下心来。来，喝茶喝茶，在我这歇息半日，我带你去拜见各位前辈。于是大禹与李长寿坐而饮茶，聊起了人族的现状。李长寿将天庭送给大禹帝君的礼物拿了出来，其内是一方锦盒，锦盒内有3只大蟠桃，一本书册，2只做工精细的凤钗，还有几样拿在手中把玩的物件。蟠桃乃先天灵根所结，这份礼物的价值也就有了保证。而看大禹对那几件把玩物件也是颇为喜爱，这一份礼物自然也算是圆满了。
当下大禹就将2只玉丸握在掌心，轻轻地盘了起来，其上一缕缕奇特的仙力钻入大禹帝君的掌心，让大禹的面色颇为舒畅。可给各位前辈备着礼物啊？备着了。李长寿笑着答应了一声。你今日前来，此前伏羲前辈已占卜算到了，也知你来所为何事。在人族中倡导祭拜天地之事，其实并不用我们这些已不在人皇之位的同意。如今南赡部洲无共主久矣，各方混乱，国度林立，我当年立下的秩序早已荡然无存。人族虽昌盛，但也有不少人族饱受战乱之苦。若能因祭拜天地而得天地干涉，让南赡部洲早日再归一统，人族也可安矣。李长寿心底一动，莫非商国的崛起源于今日，起于天地？我来寻落宝铜钱，顺带也参与了天地亮节人族大事。我难道成了天道老爷的工具人，在推动一些事，在朝着天道推演的方向前行？不成圣，终无法超脱此间。洪荒的凶险，很大一部分也在于此吧。李长寿心底划过这些感慨，也没有耽误自己跟大禹闲谈，2个人也算是相谈甚欢。大禹学识渊博，见多识广，于修道各事皆有涉猎，更有一种普通炼气师高手难有的气度，时不时简单一语就让李长寿的心底颇多明悟。他们谈的最多的自然是人族之事。正当2个人相谈甚欢，大禹突然话语一顿，有些紧张地站起身来，连连给李长寿打手势。快躲起来！李长寿眨眨眼，院门处已经走来了一位美貌妇人。她生得国色天香，肌肤7霜傲雪，哪怕只是身着粗衣长裙，梳着简单的云鬓，也是如此芳华秀雅，就是表情有些冷漠。涂山氏，看大禹帝君浑身紧绷的状态，应该是了。他端着托盘而来，其内有几样热气腾腾的精美菜肴，还有一壶美酒，2只酒杯。涂山氏一言不发将这些布置好，李长寿在旁边做了一个道揖，多谢前辈。总算他应了一声，却是看都不看大禹，端着托盘款款而去。大禹尴尬的一笑，待涂山氏离开，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李长寿低声道：前辈，晚辈本不该过问前辈家事，但今日收了前辈所赐宝物，晚辈总归是想帮前辈做些什么。尊夫人这是……吵架了。大禹坐回椅子上，看着几样小菜，小心翼翼地夹了一块鲮鱼肉放在嘴中细细咀嚼。常年的吵啊，也不知到底怎么了。感情是这样的，不如前辈细细说来，哪怕晚辈出不上主意，也能帮前辈疏解一番。哟呵，你懂这个？李长寿含笑点头，月老，晚辈的兄弟。哦吼！大禹眼前一亮，想了想，将平日里的琐碎事详细道来。这时的大禹非什么人皇，也不过是一个搞不明白自己妻子心底到底在想什么的男人罢了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就听明白了到底是咋回事。前辈，还请附耳过来。我有一法一策一段口诀，或许对前辈有些帮助。当真？大禹眼前一亮，向前凑去。李长寿斟酌言语，开始缓缓讲述，又是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，很快就让大禹面露恍然，又陷入了沉思。2个时辰之后，一处阁楼内，换了一身金色战甲的大禹缓步而来，到了那阁楼窗台前，看着那对镜梳妆的倩影。夫人啊，哄妻13策，天庭海神柱，建议配合哄妻情话宝典使用。第2策，
你真美，我错了，小事儿能有啥原则？莫争理，情话多，察言观色，先报了。大禹温声道：纵观生平，还是我家夫人最漂亮啊，哪怕再有几百元会，我也是看不厌的。哼！正梳发的女子动作一顿，在镜中看了眼身后的夫君。夫人，我此前确实做得不妥，因小事就跟夫人起了争执，我当真是做错了。梳发的女子眼圈一红，低声道：你是昔日人皇，又何必对我一个妇人认错？在家哪有什么人皇不人皇啊，只有我结发患难之妻。大禹轻叹了一声，向前迈出2步，试探性的抬手扶着自家夫人的香肩。夫人啊，此前是我放不下这般架子。你今日怎么？夫人，今生能遇到你，当真是我的幸事，能与你在此地厮守，也当真是我生平最得意之事。今后的漫漫岁月，只愿与你长相厮守。若我此前有什么亏欠，余生便是用来与你弥补。夫人呐，莫要生气了。夫君，也是我有些不对。夫人呐，你真美。阁楼中2道身影缓缓相拥，低声暖语。在山下等候的李长寿甩了甩拂尘，默默地收回仙石，看着这浩瀚烟波，静静等待着。洪荒中的生灵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单纯，哄好伴侣的难度远低于上辈子。不过说好了要一起去拜见大佬伏羲的，大禹前辈似乎把这事儿给忘了，一层层大阵都开启了。哎，算了，大禹前辈也不容易，等等吧。在山上耽误了2个时辰，大禹帝君匆匆而来，暂时解决了家庭内部不和谐因素。大禹也是神清气爽，走路带风，带着李长寿在几处仙山3连拜，看望了在火云洞中的退休人皇们，送去了天庭的一份小小礼物。真正的关爱源于晚辈的用心，就是没能去轩辕皇帝家里拜访，李长寿感觉挺遗憾的。轩辕大佬已是在伏羲大佬的洞府中等候，李长寿的下一站一次就能见到伏羲、神农、轩辕3位人族先贤，这明显是赚了。这一路大禹对李长寿赞不绝口，见到一位前辈人皇就说李长寿有大智慧，介绍说这是天庭最有聪明才智之人。李长寿被夸得都有些尴尬了，但他也能看得出来大禹帝君真的是精神振奋。若非2人的辈分差了太多，人皇的因果太大，估计大禹都会对他勾肩搭背说一句海神无兄弟。李长寿仔细地想了想，现如今大禹前辈仅有的麻烦也就是退休后的感情问题，是大禹前辈每日需要去解决的疑难。有李长寿此次相助，大禹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应该是花好月圆呐。而只要能够熟读海神经文，今后家庭和睦，夫唱妇随也不是什么遥远的梦境了。李长寿从这个角度考虑，觉得大禹前辈对自己这般热情，倒也算是在情理之中。路上李长寿也问大禹为何不去找轩辕皇帝取经，大禹苦笑：哎呀，这能一样吗？轩辕前辈那边的情况跟我这边完全不同啊。听说那3000多位前辈，除却少部分这个修为高深可超然于外，大部分成了几大派系，每天琢磨的就是如何讨好轩辕前辈。这境界啊，我是当真学不来的。还好我没有过去，不然我就准备了1份礼物，3只蟠桃，那边不得血流成河了呀。到了伏羲氏的洞府附近，大禹主动传声叮嘱：伏羲前辈知天数名占卜，推演之道无比精深，稍后莫要在前辈面前说了空话大话，凡事都要是情是讲。不敢有半点欺瞒各位前辈之处。李长寿面露肃容，拱手道谢。大禹驾云带着李长寿落在了伏羲洞前，
洞府大门敞开，其内传来笑语声，似是有仙人对弈。向前走，是一条有些蜿蜒的石洞通路，地上石板刻画着繁复卦象，头顶洞壁闪烁着星辰天象，左右挂着山水林木之画卷，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别致的构图。这洞府内的灵气都带着淡淡的沁香，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爽。李长寿并未放出仙石探查，像伏羲、神农这般高手，自己放出仙石就可能会被察觉，反倒会失礼。又拐过了一条弯路，世界顿时被打开。眼前是一座颇高的石园厅，左侧假山、石阶、凉亭，右侧宝池、锦鲤，还有一只懒洋洋的小灵龟。石洞园厅边缘有一条溪流环绕，总体布置汇聚为阴阳太极之势。在那凉亭中，此时正有2位老者，一位中年男人。最为显眼的便是身着一身红袍的老者。这位老前辈镜面无须，面容虽然有苍老之感，却没有半点皱纹，脸颊甚至散发着淡淡的水润光泽。这红袍老者正和那身着淡黄长袍的中年人对弈手谈。再看这中年男人，面容初看平平无奇，但是多看一眼便觉得他沉稳有度，看2眼又觉得相貌方正，眉韵正气。端坐在棋盘前，挺拔的身形又给人一种暗藏锋锐之感。大禹传声道：还是你莫要认错了，穿红袍的是神农前辈，穿黄袍的是轩辕前辈，那位穿青袍的就是伏羲前辈。李长寿传声答应一声，又看向那头戴草环的青衣老者，心底对着3位退休人皇自是满满的敬意。